好，我们今天来玩一下粉丝发来的代打存档，感觉粉丝还是挺好的。虽然总是整一些坐牢存档让我被 AI 折磨，但也有不少粉丝给我发这种爽局让我玩。究竟爽局能有多爽？我们看一下它的编制就知道了。面前这一排机械化，打开就知道这局基本上拿下了。能在41年搞出这样的编制，这个 AI 基本上是没法玩的。虽然这个编制有一点花里胡哨的，但是50%的装甲率也不是 AI 能碰得动的，这还是比较基础的编制。我们从这个情报栏里面就能看出来啊，这个德军的装甲师还分了好几种，而且他玩的比较细，居然还专门搞了25宽的山地师和40宽的工程师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专门针对地形去做编制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的这么细的。可能看到这边有许多人会好奇啊，他是怎么在41年做出这么多部队的。其实我也挺好奇的，我更好奇的一点是他这个顶上的这个点数是怎么达到1000以上的。我是达不到1000多经验的，一些细节的地方我也不太好解答。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任务简报吧。从这个任务简报可以得出，他这个英美法德在一个阵营是他用人为的方法干预出来的，具体怎么干预我也不太清楚。然后他这边用 debug 增加了生产效率，所以他这个装备造的非常多啊。我觉得他改生产效率的时候可能也影响到 AI 了，导致 AI 居然能在41年拿出这么多部队啊。虽然这个阵营是他主动干预出来的，但是在41年有这么多主要国家还是比较难办的，尤其是这边有一个第5领域啊，这个地方我不太好打，所以我们就跳过一下，我们就把几个主要的大国给它消灭掉吧。各位粉丝目前面对的问题大概就2个，一个是前线堆的兵太多推不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生产线不会调，缺什么造什么。我感觉他这个生产线安排的还是挺不错的，没用的装备都没造啊，150个厂满效率中坦，这个在41年还是很可怕的。不过考虑到这个效率是他改出来的，所以这样子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在帮他调生产线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德国的整体情况吧。首先是他现在的后勤状况，枪是不缺的，火炮没必要，因为我们坦克已经很多了，坦克和机械化都有很多剩余，也就是我们还能再做一些部队出来。目前我们的主力师已经超过了72个了，完全够填满这个苏联的战线，所以也不用专门去做新的部队，我们只需要把现有的这些部队给它强化一下就行了。一般来说打这种富裕仗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做什么田线师了，而且它这个田线师还有一点豪华啊，居然是16部。这个德军的主力师设计的还是非常吓人的，真的是有坦克就可以为所欲为啊。我们在点了机动作战的情况下，突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300啊。虽然这个突破再高也没有额外收益，但它高就是高呀。再来看一下它的主力步炮师，也没什么问题，就是突破有点太低了。接着是第4装甲师啊，这个编制有点偏贵了，数值不是特别高，但是有点偏贵了。然后其他的编制没什么好看的了，感觉它的设计思路还是非常原始的，就是步炮就玩步炮，装甲就玩装甲。关于这个镇压师，我得提一个小意见啊，就是这个宪兵队，如果你挂了宪兵的话，最好把你的这个骑兵给拉满啊。一般只要挂了宪兵队，基本上都是25骑啊，这样才能赚到这个宪兵队的加成。总的来说，这个玩家的装甲师设计有一个通病，就是不注意这个 HP 值啊。组织度是因为他点了机动作战，所以肯定是够的。HP 值是因为塞的这些步兵太少了，导致我们损耗特别大。不过也无所谓，因为我们这个装甲率已经够高了，突破也够高了，基本上是不会吃败仗的，所以也不存在什么损耗了。说到这边不由得让我想起来以前的纯坦克玩法啊，
就是不管 HP 也不管组织度，就硬堆坦克，把这个数值堆到一种非常高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是能秒杀对面的，也就不存在任何损耗了。可以看到，这位玩家还很贴心的在自己的轻坦师里面塞了一个重坦来混精盾啊。总的来说，理解还是很到位的。这些编制看下来基本上都能用，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很喜欢整齐划一的编制啊。从他做的编制里面也能猜出来，他忘了堆软攻了，可能也是这个坦克的设计问题啊。看一眼就知道他这个坦克软攻为什么没堆上来了，感觉他坦克的钱都花在堆突破上了。其实我们点了机动作战的情况下，就不用再去刻意堆突破了，已经完全够用了。飞机的话设计的也还行，不过相比于机炮，我觉得重机枪性价比更高一点啊，毕竟机动会扣很多。如果有火箭发射轨，我们最好再装一个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对地攻击来蹭 buff 了。中坦的话，我们先把这些堆突破的全部改成加软攻的，突破一般堆个300-400就够了。本来我是准备节省一点工厂补机械化的，但是发现它这个橡胶根本就没人卖啊，那我们现在还造不了什么东西，只能先铺厂子啊，先铺这个橡胶厂，产线就先这么安排吧。好像除了造坦克也造不了其他东西了，德国资源还是太缺乏了。因为这一集的内容主要是对于该粉丝的一些指导，所以我们讲的还是比较细的。把这些产线都安排好之后，我们再来安排一下前线。从补给地图来看，这位玩家的前线分的还是挺好的，基本上没有太多缺补给的地方，而且全部设置了不给盟友吃补给。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AI 在前线堆的兵太多了，我们的部队有点难突破。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不慌的。AI 在前线堆再多的兵，只要我们把它近战的这一部分打出去，它后续的预备队都是摆设，所以我们只需要想办法最快速度让它入战的这些部队崩溃就行了。如何提高我们造成伤害的速度？那就是增加我们的软攻以及提高我们的集火效率。提高集火的话，就需要我们专门去给这个部队上通信连，但是通信连的作用一般在很后期才能体现出来，所以一般我都不用。我们这边可以先给它研究上啊，3级通信连还是很顶的。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些软攻的科技给它点出来，这位玩家显然是忘了点了。如果我们怕麻烦，想快速拿下前线这些地区的话，也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主动撤退啊。撤到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于包饺子的地形之后，把他这些部队给反包了就行了。主动撤退放口袋阵的打法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一点要求太高了。我们这一局还是尽量用这个划线平推的方式来取胜啊。目前我们就把前线这些推得太深吃不到补给的部队撤退到后方休整一下。这边操作的就简单粗暴一点了，我直接把前线这些派不上用场的吃饭部队啊，全部拉到后方来整编了。这边的机械化部队基本上是没有交战的，我们直接划线拉后面，然后把这个机械化和我们的中坦师合并一下，做成机械化中坦师。通过一波简单的调动，我们瞬间就凑到了68个精锐的部队。从这68个师里面，我们凑48个装甲师出来应该不难。这边偷个奶就直接用它这个主力装甲师的编制来改吧。我们先复制一份过来，然后直接转啊。我也不在这边用什么特殊手段去省经验了，主要是我懒得算它这个装备数量，我也不知道它造了多少，我们就直接把这48个师全转过去吧。然后我们通过改编制来看它缺多少装备。多余的这20个师，我们前线已经完全填满了，他们塞到前线去只会吃补给，所以我们就改成这个田线师在后方备用了。时间走了几天，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勤里面缺了13000辆中坦，简单计算一下，缺了13000就相当于我们48个师，每个师缺了250辆中坦啊。那我们直接删掉5个中坦营。目前的库存里面倒是有13000的机械化，那我们可以武装5个机械化营，然后还有近6000辆中自火，那我们再武装一些中自火进来。
可惜的是，我现在的经验值不够安排这个中字火啊，所以我们就先不装了啊，先弄这个炮营凑一下数。其实火炮和中字火区别也不大，缺的这个中坦，我们现在这么多工厂在生产的话，一会儿就补上来了，所以也不用太着急。我们先整一个36宽原地训练一下。可以看到武装48个这样的编制，我们是不缺任何装备的，那就先这么安排吧。如果我们着急开战的话，其实可以把这个中坦给它切成轻坦啊，用轻坦来补这个中坦的缺额也是可以的。不管怎么说，这48个师就往这边一放，看着都很吓人啊。我本来以为它这个自行火炮设计的能正常一点的，没想到还不如中坦。那我们就不用这个了，这个是纯纯的工业垃圾啊。我们还是等这个中坦补齐吧。因为我们装甲师变多了，我们这个油可能有点不够用啊。先切一个总动员吧，然后把这个人力再给它拿回来。目前来看，装备也补的差不多了，我们先让这个浓眉尔带部队冲一波吧。48个师一起上，可能会缺补给。我们先24个师上，他这边没有装工兵连，也没有装支援炮，可能部队实力还是差一点。不过也没什么办法了，现在这些支援连都是特别有用的，把前线这些部队框一下，防止待会儿抢补给啊。我们先给他分好，然后等主力师进攻的时候给他拉回来。浓眉尔先把部队放到前线填个计划。我们机动作战叠计划还是非常快的，虽然叠不高。因为在等部队训练的时候，我把前线的铁路都铺成了3级，所以现在前线也不是很缺补给啊。反倒是敌军开始缺补给了，那我们可以一波直接冲到基辅了呀。在这边原地攒了一会儿油，我们直接发起全线进攻吧。先冲一波看看啊，冲着冲着就能冲动对面了。就顶着对面部队跑就行了。这边提示我缺卡车了，看来补给还不太够。我们这个编制强推 AI 的话，应该是撞得动的。我是没想到这个 AI 都已经有机动防御了，看来这个玩家给 AI 稍微强化过了一点啊。不过不着急，我们先慢慢推一下。这边地形比较差，得先推出去才行啊。古德里安这支装甲集团军应该也训练好了，我们去先打一下侧面，待会儿包饺子。就从这个位置出发吧，这边他部队比较薄弱，科技好了之后赶紧换成这个改进的榴弹炮，我们软攻还是太低了。算了，我想多了，这个时间点没有任何一个人卖我们个啊。没有个，我是一辆坦克都造不出来，我们还是继续造旧的吧。
这局打的比较随意，也没有刻意的去包饺子。没想到这个 AI 居然不帮我填线啊，我家都没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奥地利山口漏了，不过无所谓啊，我们很快就能给他打回来。找点可以进攻的部队过去救一下。好，打到这边，欧陆上的基本主要国家我们就已经全部解决了，还剩下一个希腊，我们可以再冲一下。远东这边的事情有一点太复杂，我们就不碰了，碰了这个视频也不太好发了。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存档里面 AI 的顺从度都特别的高啊，我正常玩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们这个打完都可以直接放合作政府的。这边我们可以直接放一个合作政府出来，让他来帮我们打啊，这样也省得我去管了。然后剩下来的芬兰和这个希腊，我们各分24个师去冲一下就行，大概也就这个位置吧。上面这一块不用管。